如果非要说哪一代蝙蝠侠更深得人心，那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是克里斯蒂安·贝尔。当然，也有许多影迷认为是本·阿弗莱克。说到底就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。然而在去年 ，DC 又推出了一部新蝙蝠侠，男主是由罗伯特·帕丁森扮演。看过《暮光之城》的可能对他并不陌生。不过这次他主演的新蝙蝠侠可以说是一部侦探型影片，因此电影中也隐藏着许多难以发现的小细节。现在我将为大家一一列出。细节一，在影片前半部分，当管家阿福帮助韦恩破译谜语人的密码时，韦恩实际上刚刚从睡梦中醒来。现在如果你仔细观察，就会发现，当韦恩走向管家阿福时，阳光直射在他的脸上，有那么一瞬间，他的眼睛难以适应阳光。这就是为什么即使韦恩在客厅里，也要戴着太阳眼镜的原因。但这个微妙的举动也表明，韦恩在成为蝙蝠侠的过程中，逐渐失去了自我。毕竟他成为蝙蝠侠已经很久了，以至于他很少白天出行，所以当他走到有阳光的客厅时，眼睛才会伴有疼痛。不得不说，罗伯特·帕丁森的演技确实很到位。细节二，当企鹅人发现蝙蝠侠与猫女在他的地盘时，随后便让手下一起射杀两人。如果此时我将视频放慢并暂停，你就会发现蝙蝠侠的头部确实被子弹射中过，但好在有头盔保护。紧接着他迅速用手挡住子弹，倘若当时他不举起手臂，子弹打到脸上，或许就全剧终了吧。细节三，影片结尾我们都知道，谜语人又名爱德华·纳什顿，而他在自己的公寓还用枪射杀了法尔科内。但如果我说电影31分钟就揭示了谜语人就住在冰山俱乐部的街对面呢？当猫女打车的时候，这里有一个广角镜头，此时我将视频放大，你就会发现爱德华·纳什顿正在冰山俱乐部对面拍照。细节四，影片一开始就向我们展示了蝙蝠侠有多么的恐怖，从这个镜头其实就能够完美体现出来。当破坏者在哥谭中央银行乱搞破坏时，随后一架警用直升机就停在了他的面前，破坏者看到便后退了几步，但等直升机离开，映入眼帘的是一个蝙蝠侠符号。现在请注意，当他看到这个符号时，手中的喷雾罐都掉在了地上。由此可见，破坏者看到警用直升机并不畏惧，但看到蝙蝠侠符号时却吓得失去了理智。细节五，当谜语人处决科尔森时，现在有许多人在直播间发表了评论，然而这些评论并不是全对科尔森不利。有些人会说他是谜语人，有人会问拆弹小组在哪里，当然也有残酷的评论，但在直播间的这些评论中，只有一个是针对谜语人，那便是这位用户。他说：“别这么做，谜语人，我想要真正的审判，这是我们想看到的。”细节六，当蝙蝠侠在这次爆炸过后被带到了警察局，然而一些警察想试图摘下他的面具。现在请注意，蝙蝠侠在这里做了一个旋转斗篷的动作，这点其实在游戏中以同样的方式出现过。细节七，当蝙蝠侠和戈登审问完企鹅人后，他俩却抛弃了仍然被绑着的企鹅人，而这一幕也导致他更像一只企鹅，摇摇摆摆的动作老可爱了呢。细节八，布鲁斯·韦恩在一本名为《哥谭计划》的日记中记录了打击犯罪的进展情况，而电影一开始的旁白其实是蝙蝠侠在他日记中记录的想法。漫画中，蝙蝠侠也记录了这起案件。前不久，詹姆斯·古恩还宣布，受格兰特·莫里森《英勇与无畏》的漫画灵感，这对不同寻常的父子故事将是 DC 新蝙蝠侠和罗宾。细节九，在参加市长的葬礼时，布鲁斯·韦恩驾驶着一辆1963年的科尔维特，而在1970年代，创作蝙蝠侠的漫画艺术家尼尔·亚当斯就以这辆科尔维特为灵感，绘制了一辆蝙蝠战车。所以如果你是蝙蝠侠的忠实粉丝，肯定知道这一点。细节10，蝙蝠侠为了拯救猫女，随后在自己体内注射了绿色物质，紧接着他就像开启了狂暴模式。然而这点与漫画中的药物毒液极其相似，反派贝恩也曾使用过类似的物质来增强自己的力量。